在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讲一讲曝光功能里面的景观这一块。曝光计算在特别信息下的第4个。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了前2个功能，手工模式和简光镜模式。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讲一点这个景观模式。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手工计算和简光镜模式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选择手工模式，这边不管怎么去改变，实际上和下面的这个地图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模块有人都建议我把这个模块单独的做成一个小的 APP， 这样大家在使用起来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一点，这个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景观模式呢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读一读这个文字它是根据当前时间来计算仅仅由自然光决定的曝光量。那这个景观模式呢，在野外使用就非常有用。选择了景观模式以后呢，第一个就要看这个意味的选择了。这个意味选择，大家记得在手工模式下，你是选择某一个具体的值，而在这一边呢，你选择的是2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云层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泛泛的一个自然风光的照片，那么你就选择天气。这个天气对这个意味值大概有1到4度，每一个会比一个减一个1档的一个曝光。另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的主体，比如说你就想拍摄城市天际线，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使用，因为这边也可以给你估计出来，或者说就以月亮或者星星作为主体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先选择这个无阴的模式下。好，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因为是白天嘛，所以我们的曝光就自动的就给出了你需要的曝光。随着我们慢慢的去调节这个时间滚动条，我们调节到黄昏的时候，大家注意看 EV 的变化。大家看到没有？这个 EV 已经变成10.7了。看的同时呢，大家注意这个 EV 的变化，我在调节这个时间，然后慢慢去，你看我随着时间往后的推移，越来越接近黄昏，它这个 EV 值越来越低，直到了日落的这时候已经日落以后了。同时在这个调节的同时呢，EV 的变化，它对应的这个快门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在这边我们可以判断出任何一个时间你所需要的一个曝光的情况，前提就是个天气无云的一个情况下。那如果我在后面往后调到夜里以后，大家看一直变到-6以后，它就没有变了。所以实际上光线变化最大的就是从黄金时段开始，然后一直到-2度以后，我们就认为这个光线就已经不变化了。这个和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天文属目光也是对应的。天文属目光之后呢，实际上还有少许的这个长流的光线，但是影响已经不是特别大了。所以这样一个算法就把这个太阳位置给考虑去了。当然了，这边也会考虑月亮的位置，比如说我找一天是满月的一天。好，比如我们换一天18号这一天是满月。我们可以看白天呢，它的 EV 依然是15，这是一致的。然后随着这个天黑了以后呢，它的 EV 慢慢变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最低，它到-4就停住了，因为刚才大家还记得，因为一直到了-6，因为没有月亮嘛。那么这时候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月亮，所以它会考虑到月亮的情况，它把 EV 就固定在-4的这个位置，而不是-6。这当然了，这是在考虑千年中间没有特别亮的这种情况。那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快门的曝光已经到了17分钟了。那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会用17分钟曝光的，我们可能会把 ISO 调高一点，比如调到3200。好，那么这边就是32秒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实际上就相当于提前告诉你需要的一个曝光的参数。但这个参数有多准呢？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给出的参数一般来讲会比较偏高一点，因为这是考虑完全光线没有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但实际你在拍摄的过程中，空气有杂质，所以对我们的光线实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以这一个作为一个开始的一个曝光的一个参考，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做调节就可以了。当然在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城市天际线。当然在这一个景观并不是城市里面了，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看一看城市的情况。在城市天际线白天依然是15，然后随着天逐渐变黑呢，越来越低，那一直到了1，它就停住了。你后面再怎么调节，它依然是停留在1。如果我们以 ISO 100F8 来曝光呢，32秒，这就是对城市天际线的一个曝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月亮，月亮就更有意思了。但是这时候我们因为月亮不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线代表月亮升起，
这一个位置呢，月亮刚刚升起，那在这个地方月亮还是在负的角度，仰角还是负的，所以它会告诉你这个月亮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随着逐渐调节的以后呢，你会发现月亮就出来了。刚开始满月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它的满月的曝光是12，那随着月亮逐渐越来越高呢，变成了14，然后它就停留，最后到了15，到了15它就停留下来了，因为这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月亮的曝光值实际上是非常亮的，实际上就是太阳的反光，所以这个15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也就是说，你如果仅仅拍摄月亮的话，实际上是和拍白天的、拍普通的风光照片的曝光实际上是一样的。实际上在这个手工模式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满月作为主体，它的位置是15，所以这边实际上是融会贯通的，并不是独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星星，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平时拍摄星空的时候需要的一个，比如说在白天它会说太亮了，因为环境光太亮了，所以这个星星没法拍。天文数目光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可以显示星星的EV是-5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边呢对景观模式做一下总结。景观模式是 Poline 独创的一个功能，到现在我还真不知道哪一个其他的软件有这样一个功能。它的主要好处就是能够让你对曝光进行预判，这样你可以提前做好计划，到时候准确的按照计划来执行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你的成功率。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拍一个月升的延时，你在月亮升起之前，你并不知道月亮的曝光，只能凭着经验。但有了这个软件以后呢，你就可以提前知道月亮的曝光，能够准确的把曝光设好，然后在月亮升起之前到月亮出来一点点的曝光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呢，就是在拍摄圣杯，也就是从夜转日或者日转月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它也可以让你提前进行预判，这样呢整个延时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完美，然后用那个 AR Timelapse 那个软件来处理的时候呢也会容易得多。好，最后呢就请大家欣赏引导用 Poline 的计划拍摄到的月升延时。